晃，点点滴滴温暖我心房。雨露朝阳，旧手冬藏，久违的故乡，是否别来无恙？老街长巷，繁华过往，岁岁年年，记忆满行囊。故人就已地久天长，愿这一辈子单纯善良。小妹，小妹，听着温柔声音将我包围。小妹，小妹，看那世间浮沉百转千回。小妹，小妹，让我体会真心付出的喜悦。小妹，小妹，看见无所求的世界最美。奶奶，怎么了？爷爷这样替一家人担心，真的好辛苦哦。于先生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这一辈子啊，都为他周围的人跟事操心。他念大学的时候啊，操心父母；大学毕业了，又操心民族。好在啊，这10几年来了，台湾一切大好，他又开始操心自己儿女的前途。于爷爷真的好了不起哦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他不觉得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操心父母呢，是做儿女的责任；操心民族呢，是读书人的责任；操心儿女嘛，是父母当然应尽的责任。可是圆明姐妹和他们的哥哥都在国外念完大学，也找到好的研究所。不过，于爷爷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送他们到国外呢？我也这样问他，他回答，他说，我们儿女的这一代，秀珠，包括你们这一代，是托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福气，生活在中国现代史中最陈平的年代。也因为这样，作为父母的更应该要用心，要更努力，尽自己一切的力量，培养儿女成为最优秀的人才。唉，于先生，他说，他送儿女出国要一切安排妥当，他才放心的回来。其实说呢，他也就是在尽一个生逢其时父母应尽的本分。秀珠，你的父母不也是一样，处处为你设想吗？他们真的是这样，从出生到长大，到现在出来工作，真的事事都在为我操心。不只是你的父母，在几年前，你带来那位简雪红小妹妹来我们家念书，她的父母简老师跟兰老师，不也一样吗？他们委托你照顾他的孩子，这也是表达了他们对他女儿一种关爱。对啊，那时候啊，带简小妹妹来奶奶这边的时候，其实奶奶还把我当作住的房间腾出来给她念书。你是奶奶家的人，你的事就是奶奶的事啊。而且当年你带简小妹妹来念书，奶奶也很高兴啊。韩医生，有病人找您。哦，来了。秀珠，整理完了袁平他们的房间，别忘了整理你自己的房间。
那有更多的回忆。知道了。来就好啊，搁炸遮尔济物件。过年这应该啦。你看啦，这时间哦过得真紧。小珠啊来咱遮才14岁，啊然后去台北，4年以后啊，咱有摕红碟啊去台北参加伊的婚礼啊。即马你看，做人爸爸妈妈。哟，啊恁两个即马出来，红兄是啥物人伫照顾？哦，伫厝的啦，我食顿来是阿嬷咧照顾。那安尼，你就会使专心做工课啊。是啊，即摆我甲秀珠哦拍拼做事啦。所以讲啦，连续2年啦，拢是过年的时阵吼，来阮兜拜年啊。以后哦，就莫遐尼客气啊。哪会安尼啦？啊，转来罗东，除了看阿爸阿母，上重要的就是看老师还有师母。对了，啊，哪会无看到雪红英啊？雪如吼，甲伊阿兄出去佚佗啦。雪红啊，伊秘伫房间内底吼，唔肯出来。是安怎？迄个查某囡仔是因为啥？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？嘛毋是啥物大代志啦，但是叫我讲较歹讲，也是互伊家讲啦。为了你，为了考上想读的学校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个人在台北念书很辛苦哎，都是为了你啦。唉，还有半年呢，怎么办嘛？秀珠姨，雪红，你怎么啦？小朱姨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烦恼啊？来，都跟我说。秀珠姨，我是真的很不快乐，所以对不起。你特地过年来我们家，结果我却躲在房间里面，不要见怪，我真的很不快乐。为什么不快乐啊？还不是因为这半年在台北的缘故。我有听说你去台北上补习班，准备要重考，这点我就不是很明白了。半年前你国中毕业，不是考上罗东高中吗？很好的省立高中哎，为什么不读，反而要去补习班啊？我爸妈劝我考师范学院，这也对啦。他们一直在小学教书，当然希望我未来也可以在教育界服务。教育界中，尤其是小学老师最重要，因为他们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总而言之啊，我到现在都还可以记得我小学级任导师1年级到6年级的名字跟样子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是他们才让我懂得读书写字。小学老师是我一生的开始。也对哦，我好像也记得小学老师的名字哎。所以说我没有去罗东高中报到，好像也是对的。唉，所以啊，寒假过后，我就要一个人上台北补习，准备考师范学校。很好啊，一点都不好。你不知道一个人离开家的感觉，真的很辛苦。一个人离开家里啊，是会有点苦。可是人总要离开家里啊。
你不知道，我不想啊。每天在台北补习，上课、下课，回到住的地方，第二天又在上课、下课，很苦哎。可是我也在台北啊，你怎么不来找我？怎么能去找你？你现在有自己的家庭，很忙哎。白天呢？白天更不能了。你现在在韩奶奶的诊所上班，找你就等于是吵你哎。什么话呀，雪红，我们是自己人哎，我当然要把你当自己人一样照顾啊。你又一个人在台北的，找我怎么可以说是吵我呢？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你在台北补习，却同样把在台北的我抛得远远，这样不对哦。雪红，我严重警告你哦，你如果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。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躲起来哦。你要是敢躲起来啊，你就不能叫我秀珠。咦，不对，我们两个才差10岁，怎么能叫秀珠姨呢？该叫姐。姐，注意哦，雪红，你到时候要是敢躲我，就不准叫我秀珠姐。找你真的不会影响你吗？说不会就不会，你就放心的过来。来，跟秀珠姐打勾干一张。来啊，快点！我们约定好哦，你补习班没课就要来找我。一言为定。奶奶，屋里都整理好了。都清理过了。对了，奶奶，紫薇呢？诊所里现在没病人，我也想叫他早点下班了。奶奶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在屋里待了这么久啊？想事情呢。好奇怪哦，每次只要清理房间，所有以前在这里的各种片段都会想起来。因为啊，这里是你来台北的第一个家。只要是家，就一定有家的回忆。这个家，也是我来台湾唯一的一个家。元代、元节、元平、元历，这4个兄弟姐妹，他们出生、长大、读书，到出国深造，在最多的时候啊，加上你，一共7个人。当时真的是很热闹，可是，一晃眼，也就剩下我跟于先生2个人。奶奶，是3个人，别忘了还有我，我天天都有过来。是啊，可是到了晚上，你还是要回家的啊。元代，他们这4个兄弟姐妹在美国也成家了。人间世事啊，变化到了这个地步，那也就表示已经有了岁月在变化之间随风消逝。你看，黄昏的阳光，夕阳西下，人在天涯。夕阳西下，人在天涯。
人在天涯的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下一步啊，也许应该是我跟于先生准备退休的事情了。奶奶，你跟爷爷要准备退休吗？差不多啦，我也快65了，于爷爷也近70。那是因为啊，他的服务单位一直挽留他，再加上呢，他服务机关又是政府的外围单位，所以一直到了现在，他还不得不在全世界各地方飞来飞去。他觉得自己呢是在服务社会，可是看在我这个妻子的眼里，我却只觉得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提着公事包，在各国的机场出关入关，样子残酷，神情苍凉。他对社会付出的够了，你该退休了，也该休息了。奶奶，他是我丈夫，我心疼啊。奶奶，不管任何的时间，我绝对永远都会在你们的身边。等你们退休也要休息的时候，我也永远都会泡2杯热茶，放在你们的面前。如果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说一声，我绝对立刻就站在你们的身边。任凭他们能做的，奶奶，我通通都可以替他们做好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们成家了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退休的，但是在我退休的前后，可以跟你一路结缘，感谢，感谢你，感谢。你就点点啊，住伫内底吼，啊，唔通出声哦，知影无？
出来啦！啊，就是讲我是三岁囡仔，佮甲我比小吹。啊，又唔出来？噔噔。你等下去做。对。我要献上我的薪水袋啊，真香啊！哎呀，我的娘囝竟然无要摕我的钱，苦恼啊！摕。真好耍哦！你薪水放到顶啦，菜就重的，倒换一个。我哪当啊？我拄则伫红粉市场买，菜真俗啊，我加买一寡。哇，买伤济啊啦你！袂啦，今仔是月底呢。阮翁已经辛苦一个月啊，两个囡仔哦拄考试了，我暗时煮较青草的，甲恁补偿一下。你若读册辛苦啊，你甲补偿是合理啦。讲要甲我补偿咧，我不敢当呢。是安怎不敢当啊？你一家之主遮尔啊辛苦，当然嘛真敢当啦。哦，这么重要的哦。好啦，我甲你斗洗菜。免啦，你听听大三讲就好啊。我吃饱了，妈妈，你炒的菜好好吃哦。我吃了3碗。哇，妈妈的菜啊，有台菜的底子，还有江浙菜的加持。吃起来特别与众不同哎，而且啊，每天都把你喂得饱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妈妈没有这么厉害，是爸爸夸奖了。等一下碗筷收一收，我陪你们做功课。没错，按照规矩，我又要洗碗筷了。那就爸爸收碗筷喽。妈，我要看电视。不行，作业做完才可以看电视。哎呀，我们去做作业了，快点，先做功课。赶快，快过来。我连面茶来啊！豆豆来。等下就陪你啉茶，模范老公。模范老公。既然红讲是模范老公，那这些代志就麻烦啊咧。逐个月拢甲全部的薪水送到我面头前，家己啥物拢无买，毋是钱互我感觉幸福，是阮翁顾家的心意，互我无想要幸福拢真困难。奇怪呢，创西徛钱创到遐尼久啊，逐摆摕出来算哦，心内就会满足一摆。乃雄雄感觉家己的物件变成一个负担嘛。
出来甲秀珠自首。文静，安尼我遮侪年的心血拢去了了，无彩呢。也毋过囥伫遮，若是互厝内人发现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模范老公，你以后日子毋就无尊严到底啊！真是要怎？我咧查甫人创西行钱是创甲足欢喜，我创甲袂就敢若千斤重担共款，哎。布鲁啊，你在床上啊？你困咧遐创啥？我困咧遮做运动啦，困了搁爬起来安尼啊。躺遮筋骨，活遮血路的，你看吼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3、4。你是安怎做这种运动啊？有啦，就逐工陪长官四界走啊，拄则搁食甲伤饱，为着健康嘛，就算讲伫房间内底嘛是爱做一下适合的运动，对吧？囡仔咧？正在轮流洗身躯啦。哎呦，喊你遮尔硬，行来去听。叫你泡茶啊？哦，歹势，今仔日无要泡茶，你的翁婿伟大的模范老公，要为你煮一杯咖啡，来补偿我辛苦的太太。这甲公司的同事学煮咖啡，即摆就开始要叫我啉咖啡哦。好啦，你等下啊。哦。你这皮肤翘安尼真歹看。你遮紧张是要创啥？无，哪有紧张？我就干那想要泡咖啡，心内着其实有啦。要讲紧张，我这个人做事拢做到遮尔正直，哪有可能紧张？哦，行，煮咖啡给你，好。好佳哉！咖啡哦，甲茶米拢差不多啦。苦中回甘，甘中带苦，这两种饮料哦。袂当定定啉的咯。任何的物件本地都袂当伤过头啊。无毋对啦，就参像咱咧过日子。我讲人生啊，哪咖啡或者是茶米，久久啊啉一杯，好啉。啊，毋过你若定定啉咧，任何人吼拢接受袂掉。你得要变做诗人哦，为咖啡到茶，一路阁想着人生。你妈咧甲我笑啦，我是去想着，假如讲咱的日子吼，不断苦中回甘，甘中带苦，这种吼甘苦的日子不断吼，以后非常辛苦。是啊，艰苦艰苦，毋过有甘才有苦啊。若是逐工安尼艰苦，拢无收煞，那安尼。所以，有当时想想的，自细汉做学生仔，小学读到5年啊。然后做兵，开脚踏车店，
这就叫做苦。养到后来拄着你，结婚、成家、买厝，虽然阮爸妈离开啊，也毋过我全部兄弟姊妹啊，各人拢有各人的一片天，这就叫做甘。我的人生过去的艰苦，总算过一段路。即摆咧，无甘也无苦，答案含你伫家己的厝，搁啉一杯家己煮的咖啡，遮尔简单的平平顺顺，30年以后，总算来到我的身躯边。小祖，我真感动。拢同款啊，我阿爸阿母嘛老啊，毋过小弟小妹拢真好，大家拢成家啊，亲像好朋友，缘平缘利拢顺利出国，对国外嘛有家庭啊，阁有当初介绍咱熟识的素英啊，嘛结婚啊，重新转去罗东。即马哦，还阁有啥物代志会当互咱操烦？敢若拢无安尼。日子哦，过了平顺，阁顺时。对啊，咱即马哦，就干那专心甲囡仔照顾好，咱就会当甲。这暗啊，什么人打电话来？唔知影，我去者。喂，佩文是你哦？啊，恁厝的有好无？你讲啥？哪会遮严重啊？即摆去病院动手术，若无动手术就有危险。啥啊？是啥物人无动手术会有危险？你是头壳病，是啥物病啊？我嘛毋是真清楚呢。阮小弟弟电话内底哦，有转达一寡医生讲的，规直拢是一寡专有名词啦，就是一种脑部的病啦。我若是无处理好，以后真歹收煞。是哦。就是啊，譬如阮这个查某囝因只才3岁，别人兜3岁囡仔拢欢欢喜喜死过状。伊哦，伫罗东医院住院几啊天，又搁检查又搁注射。即摆伊妈妈吼，离来台北的病院，嘛是咧住院注射，然后还搁动手术。昨暗咱两家比讲啥物艰苦，因饲这份苦，毋知影受到啥物时阵呢？拄着啊，就干来当接受啦。惊我无用规工，我等过2工啊，我休困，我才去遐看。啊，甲你去病院的时阵哦，看到佩文太太手关啊，替我来关心一下吼。会啦，等下诊所遐无闲线，我下晡就要去病院啊，一定会甲你转达。你车开太慢呢。好，我知。啊对了，小主，迄个开脑部手术，敢唔得要开这侪钱的啊？啊，我昨暗日电话内底袂记问啊。哦。不过这是关系到开刀的手术，应该几万块走袂去。几万块变哪有够？迄连住院，搁带治疗。哇！你恐惊10万拢唔拿咧。若万一手术费用真贵，佩文敢有法度负担？
配阮你阿某伫罗东虽然拢有咧上班，应付厝内的开销，还有厝的贷款，阁会到。也毋过，这是10万块左右的大费用呢，毋知影敢会有困难。若要等下，我问看卖韩奶奶，看这手术的费用大概是偌济。不管这钱多钱少，这手术总是爱做。万不然若无法度应付吼，阁有咱这兄弟姊妹，大家手头吼应该拢有一寡存款，到时阵就拢总摕出来。这钱要用伫咧对的所在，才算是钱。若是拼性命寄伫咧银行内底，敢若欠，煞毋敢开。那安尼搁再济的钱，我敢若是粪扫一堆。你讲对无？欠钱唔用，就等于讲是粪扫。你安尼认为啊？对啊，敢讲你认为唔对？对啊，免啊唔对，欠钱本来就是爱用啊，对无吼？这100%成果经验啦吼，来我来上班啊。快点啊！伊安尼话走就走，敢讲是我规路直直杂乱谈手术的代志，耽误伊去上班的时间啊？陈太太，你有一点小感冒，我给你开3天的药，记得回去啊，你要多喝水啊，还有呢要多休息，最重要的是保暖。好，是。请问啊，带陈太太去领药。好，知道。陈太太，请过来。奶奶，客厅跟房间都收拾好了，午饭也准备好在桌上。小妹，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你要去医院是吧？是啊，我替他太太啊，一个人在医院守着女儿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想赶快过去医院陪她。那你就快去吧。对了，你跟你的弟妹说，现在台湾的医疗水准很高，小朋友应该没事的。你早上问我这个费用要收多少，我虽然不是脑外科这方面的专家，但是呢，我以外科正规收费标准推算，连同住院，再来后续的治疗，几十万上下是跑不掉的。什么？几十万？奶奶，你没说错。绝对不会错的。再精准一点说，我所谓的几十万，那至少是50万以上。真的要这么多啊？我还以为顶多10万上下。那是不可能的。50万以上，嗯。 50万的医疗费啊，这已经是算低了。那还是因为在台湾呢，多多少少啊，有一些物美价廉的医疗照顾。事实上，脑部手术本来就是一个大手术，如果是在国外，我看要花个上百万都不止。对了，你弟弟有没有医疗保险啊？没有哎。没有。 明明就7点床啊，哪会无人？敢是咧做检查还是安怎？我看无像诶，根本都无人啊。敢会是提早出院啊？你们是问这张床的那位老太太吗？是啊，上回我们来访视的时候，老太太还在。现在
老太太已经出院了。真正互你讲到啊，会提早出院啊。安尼真好啊，安尼就表示吼老太太的身体已经复原啊。一定是安尼，安尼是好事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大概这样吧。昨天我女儿从宜兰转院来这里，刚好看到老太太跟家里的人离开，看走路的样子，应该是算很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这样很好啊。哎，这位太太，你女儿身体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脑。脑？她这么小年纪，怎么会脑部有问题啊？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从发病到现在，已经在罗东的医院住了1个星期了，检查再检查。那边的医生叫我们要赶快转来台北这边做手术，还要做手术啊？那要花多少钱？医院还没正式告诉我们，只是我打听一下，恐怕这位太太，不要问我了，这笔钱很大很大。要怎么支付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人哦，难免都会发生困难，你告诉我们好不好？或许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帮一点忙。秀娟姐，林启他现在，他今天一直在睡啊。早上做很多检查，大概累了。我看你也累了。从昨天办好住院到现在，睡跟没睡好像没什么差别。你哦，不止没睡，我看你连东西都没有吃。来，吃一点，姐，我吃不下。吃一点啦。我真的吃不下。小孩这样，做妈妈的心情也实在是……好了，现在不吃没有关系，只是都来到这家医院了，这家医院算是数1数2的好医院，有他们帮银琪动手术，你绝对可以放心。我怎么能够放心？就算开刀成功，银琪没事了，可是姐，你知不知道？连罗东那间医院的开支一起算下来，要70、80万呢。70、80万，70、80万。啊，这样韩奶奶说50万左右，那还少算哎。姐，不管50几万呢，还是70、80万，总而言之，把病治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怕就算治好了，因为没钱，我们也是出不了院呢。怎么可能？再说，我们这兄弟姐妹是做什么的？大家出钱出力，好坏也要把这医药费清清楚楚的结掉。秀娟，听姐的话，钱的事情先放到一边。这面包我先帮你收柜子里。秀娟啊，你这信封袋里都是钱。你怎么就这么放，不怕掉啊？这些钱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收起来。这快2万块左右哎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你说不知道该不该收起来？我不懂哎。我也不懂。你也不懂？这不是你的钱吗？是我的，可是他是4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在进来之前送给我的。什么？4个从来不认识的人给你这么一笔钱，那人呢？走了。他们是谁啊？你总有留下他们的名字吧？他们没留下名字，只说自己是慈济功德会的师姐。
慈济功德会的师姐。这几位师姐除了留下这笔钱，还有留下几份他们的刊物。你看，慈济道有这份刊物我从来都没有看过。秀珍啊，你说的师姐是不是穿像这样子的衣服啊？是啊，穿的一模一样。我刚才有遇到。哪里遇到？在电梯口遇到的，他们还向我点头呢。真的？当然啊。怎么那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。我当时碰见啊，还觉得奇怪，想说这4位师姐怎么这么客气？就是啊，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客气得不得了，没有半句给我钱的话。反而不断地说谢谢我，同意他们来帮忙我们家的困难。姐，这种表达让我完全想不出半句可以回答他们的话。为什么？一生行过偌多路程，你才会行到如今。这美丽的情景，往事蜿蜒一沓沓相片，藏在心中，永远袂芳见。天外大，地外大，放你飞出去，才会知影。若思念，若孤单，请你免惊越过头，心有伴。请风寄去祝福的爱，为同款的所在来。青春少年经过酸。